大家好，欢迎观看三人自由行。这一集我们抵达新疆哈密。哈密自古就是丝绸之路的咽喉，有新疆门户、新疆缩影之称。在这里，我们将游览号称魔鬼城的雅丹地貌、木卡姆文化艺术以及新疆民俗风情。最后会介绍我们此次新疆之行的自驾路线。今天我们接着带大家一起游览哈密魔鬼城。清晨7点，天蒙蒙亮，我们就赶到酒店边上吃早点。加一点糖，别太甜了。魔鬼城位于哈密市五宝乡以南，开车大约要100公里。这一段道路很好，只是限速比较低。与新疆很多的景区不同，哈密魔鬼城对自驾车辆不收取额外的费用。跟大家聊一聊这里面进来的路吧。这个路呢，其实就一条公路。它刚进来的时候，路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它那个柏油感觉像是新铺的，但过了可能没有3-5公里，那个路就原形毕露了。全是大坑，各种大坑，一直得持续个5-6公里、7-8公里的。反正是非常不好走，一般的小车要走的话呢，估计会坐得很难受，因为它坑实在太多。而且呢，这个我们进来之前，这里的工作人员反复的提醒我们，真的是各种强调不要往下开，不要往下开。但是很明显啊，大家能看到这地上全是各种车辙印儿，说是不让开，但总有人往里开嘛，想尝试一下越野的感觉。但有的人就是开进来就陷进去了，因为这个沙地啊真的是挺软的。我们现在到了魔鬼城了，其实说是叫魔鬼城，它就是雅丹地貌，起了这么一个看似毫无关系的名字。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是因为传说在晚上夜里寒风呼啸的时候，你如果站在这些岩石群中间的话，会听到类似于魔鬼的嚎叫声。其实要我猜的话，就是风啸吧。可以看一看，我怎么感觉这块石头是从上面碎了以后砸下来的呀？大家可以看一看，果然，你看那是一个陆地巡洋舰普拉多，人家就真开着了。那种硬派越野车开这种路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我们就接着往上走一走，准备飞吧。这个石头看着真的是表面质感非常的特别，想不出什么形容词，好像打磨过的一样。我们就飞一飞无人机，然后给大家看一看大美新疆的一路美景。美丽新疆是人间天堂，山美水美花儿开放，美丽新疆是音乐天堂，木卡姆的歌声流淌，喀纳斯的水，那拉提的风，蓝天白云和悠悠牧场，哈密尔高原，大格拉玛干，金黄沙漠和连绵雪山。
莲花开放，一粒河水流淌，我的故乡美丽新疆，我的故乡美丽新疆。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新疆的木卡姆文化艺术。哈密自古就是丝绸之路的咽喉，有新疆门户之称。我们还曾游览过哈密回王府、阿勒屯古街、哈密魔鬼城等景区。新疆有47个民族，民族风情浓郁。哈密木卡姆传承中心就充分体现了哈密维吾尔族人民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创造的歌、舞、乐为一体的木卡姆艺术特色。传承中心演艺厅在1楼，穿过葡萄藤架就到了。黑走马是哈萨克族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舞蹈，马是哈萨克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和伙伴，而黑走马更是马中有物。哈萨克语为哈拉久拉，意为黑色的走马，主要表现草原上骏马奔驰时的矫健姿态。下面请欣赏哈萨克族传统舞蹈黑走马。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的艺术瑰宝，
集传统音乐、演奏音乐、文学艺术、戏剧、舞蹈于一身，具有抒情性和叙事性相结合的特点。离开住的酒店，行走在阳光明媚的大街上，我们直奔附近的血战大盘鸡。进到店内，看到每张桌子上都有一个玻璃茶壶，里面放的是三炮台茶。有一说一，这里的三炮台茶是真的好喝。这个就是传说中新疆的夺命大乌苏，那它到底有多么的夺命呢？大家自己尝尝就有数了。今天的主菜上来了，大份的大盘鸡。大份的话就是一整只鸡，甚至能做成2盘。不得不说分量是真的足，而且味道也很好。里面的土豆和面条配上鸡肉和汤汁，真的是谁吃谁知道。哈密还有一家让我们印象深刻的餐馆，那便是库尔班江抓饭。说印象深刻有2个原因，第一个是我们去年来这儿的时候，这家店的碎肉抓饭不仅好吃，还便宜，更是免费送酸奶，免费加饭。今年同样印象深刻，当我们再次来这里打卡的时候，店还是这个店，不过价格上涨了许多，当天的碎肉抓饭也卖光了。真的是物是人非啊，最后只能带着遗憾的心情离开了。木卡姆传承中心和哈密博物馆在同一个院子，下午3点过后才开门。吃过血战大盘鸡，我们就去了木卡姆传承中心参观。这里面有许多的展览，能让你了解到哈密地区的生活习惯、饮食文化、风土人情，值得来看一看。
哈密木卡姆传承中心的斜对面就是阿勒屯古街。说是古街，其实是一条维族居住和售卖商品的街道。街道不长，大概有几百米的样子。古街两旁的维族居民在自家门口叫卖着哈密瓜、毛桃、梨各种新鲜的瓜果。一兜子梨才5块钱，哈密瓜1块钱一芽。还有卖馕饼、红枣、葡萄干、无花果、黑枸杞和各种玉石的，甚至可以看到边跳舞边卖羊肉串的小伙子。如果不打算去南疆的喀什，那么可以来这里逛逛，感受一下新疆的集市，而且也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半个小时就能看完。哈密回王府在木卡姆传承中心对面的路西，占地60亩，有西域小故宫之称。它曾是新疆历史上有名的西域府邸。清朝时边疆发生叛乱，几代哈密王爷都站在朝廷这一边，平息了叛乱。王爷进京看见了故宫，就学着并融合多民族风格建成了王府。原来的王府在1931年被农民暴动毁掉了，现在的回王府是复建的，里面有回王大殿、清真寺等建筑。我们将介绍在新疆的自驾路线。2019年，我们在新疆的自驾路线是从哈密先去了北疆的喀纳斯，经乌尔河回到乌鲁木齐休整，接着前往赛里木湖，走伊昭公路去昭苏和那拉提草原，最后走独库公路进入南疆，游览帕米尔高原。2018年9月，我们曾自驾来过新疆，当时的路线是从哈密去独山子，走独库公路去喀什，之后经叶城去和田，穿越沙漠公路经库尔勒去吐鲁番，再走京新高速返回。从地图上能够看出，新疆是3山加2盆的地形，我们自驾路线也体现了这一点。在北疆，我们是沿着准格尔盆地游览，在南疆是沿着塔里木盆地游览。那么新疆这个独特的地形是如何形成的呢？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和地理，最佳方式莫过于去当地的博物馆了。我们去了哈密和吐鲁番的博物馆，让人吃惊的是，在2400万年前，新疆还是森林和草原环境，这里还生活着体重30吨的巨蜥。然而，大约2000万年前，印度板块向北俯冲，产生了强大的南北向挤压力，青藏高原急剧隆起，改变了一切。下一集，我们将在红山口进入省道 S238，穿过天山，到达天山北路，前往江布拉克草原。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请关注、订阅、留言、转发，支持我们呀！